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殿下，那个丫头就是在月卓渊做事的工人。杀了他！他们家还有人吗？李家是附近的大户人家，今日是他家儿子的新婚之日，这府上应该还有2个人。那就一个也不能留。走，快点！果然是个美人儿，还真是没白来一趟。早就听说老李家的新媳妇儿100里内都是绝色。今儿个兄弟们，乐呵乐呵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，我求求你！来吧，这有喉咙都没用的。吃了这东西，的确能迅速提升功力，但药性罢了，一旦服下，30日之内只能卖养真气，不能动。快！不要钱！不要钱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
切，你一身的好功夫，为何乌龟寺的所长眼睁睁看着我李家遭难啊！正堂上座，家翁好酒，拜谢主公。主公。记如旧情，人之常情，何作之有？以身救难，仗义援手，何罪之有？你要我拿什么来当怜你？我总觉得不够，永远都不够。这是你的宿命吗？
非得要背负比常人更多的痛苦，还有折磨，才能换来这片刻的安详。这人世间，有多少人为利而来，为利而往，而只有你，会为了这样的事情感觉到厌恶，甚至是自责。这不是你的错。你不该背负这么大的痛苦，这不公平。丫头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？来，扶摇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昨天晚上可真是吓死我了。你没事吧？我这一生错过、输过、败过，可我从没做过什么亏心的事情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跟那些卑鄙冷血的人有什么区别？也不畏于承担，但是没有必要将这些痛苦一直背着。昨天的事，我想来总觉得有些蹊跷。玄机的王室正在不择手段地隐藏一个巨大的秘密。这个岳卓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了。玄机自古以来就是武周的北辰之位，定的是四方安宁。这玄机无论如何不能乱，也该是时候去见见玄机正主了。这才几天，竟有这么多加急文书。咱们玄机国事向来分作3等，轻重缓急，贵贱有别。寻常日子里能有2、3道要紧加急文书，已经了不得了。这会儿倒好，你们给我搞来这么多麻烦事儿。为何不打？
你们一个个的平日里不是都很有想法吗？啊？现在怎么都鸦雀无声了？女王病重，朝野一切政务由我代为打理，是我不够资格，还是你们对女王的圣旨不满？臣等不敢。都下去吧。无极太子差人送来拜谒印符。无极太子，这10多年来，天权与我玄机都只书信往来。此时既非灾乱，又非相邀，他怎么会贸然前来？传话说，是专程探望陛下而来的，还带了医圣宗岳，说是为女王看病。哦，殿下。 这里还有一封密信，无极太子说，让您亲启。殿下，原来我们前日在街上，你见过无极太子。 被你误抓的白面书生是医圣宗岳，而他的帮手就是无极太子。难道他们是来宫里讨一个说法的？现在知道紧张了。当初让你抓人的时候，眼睛就不知道放亮一点。无极太子的人能像个猪鼻公吗？属下有眼无珠，望殿下责罚。我怎么看这件事都觉得蹊跷。 难道他们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难道是岳卓渊的事？事到如今，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。传话下去，无论如何他是太子，该有的礼数一样不能少，该行的规矩一件不能丢。但同时， 该藏着的事情，也一点风声不能透露。是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带他们去见母王。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俩想耍什么花招。禀殿下，陛下他今日身子越发虚弱，这会儿连药也不肯喝了。刚才什么人来过？是二王女来过。我不是说过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他哪儿也不许去吗？尤其不许他接近瑞辰宫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让他进来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 是我叫他来的，是医圣先生到了吧？无极太子也来了。太子殿下莅临玄机，我本该出城迎接，可无奈重病缠身，容颜憔悴，实在是无法起身，还请太子殿下见谅。陛下，无极不请自来，让陛下费心。如今我玄机的一切国事，均由我的大王女凤静直代为打理。太子殿下如果有什么吩咐， 尽管差使他便是了。侄儿，
在这呢。太子殿下是我玄机最为尊贵的客人，一定要用最尊贵的礼仪款待，切莫怠慢了。母王放心。谢过陛下盛情相待。既是如此，我便让宗岳留在此尽心医治。无忌先告辞了。你见我为何不跪？陛下，我并非玄机人士，而是陛下请来的客人。五州天下，从没听说过要让客人下跪的道理。你进前来。宫里已经为太子殿下和宗先生安排了住处，但是因为内宫往来多为女子，殿下与先生住在这里，难免有些不方便，所以特意为您二位辟出了东边的一处宫殿，已经重新修整过了，但地势稍有些偏远，还请太子殿下多担待。有劳了。敢问你们说的二王女，是否是曾经与我有过婚约的那个佛莲？好好的王女不叫，非要称呼自己公主，不就是想昭告天下，她不想要继承权，着急嫁人吗？好在太子慧眼识人，一眼就瞧出了佛莲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您早早退婚，对您，对天权皇城，都是莫大的好事。看来你们姐妹俩的关系，要不是顾及外人的说法，她早就死了。这丫头从小就不安好心，活着对谁都是个祸害。如今失去了天权这个靠山，她就什么也不是了。也就是说，若你日后继承王位，佛莲必死无疑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在心疼她吗？心疼？殿下觉得她这么着急的嫁给你，是为了什么？喜欢你？10多年前见过一面就喜欢上了？我才不信！玄机王室有个规矩，一旦新女君继位，为了巩固王权，待字闺中的血亲姐妹都必须处死。佛莲着急嫁给你，一是为了嫁人，二是为了你天权太子的身份。谁不知道那丫头心高气傲，一心想要压在我头上。这样的道理，你不明白？不明白。我不信。不过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倒是有个别的想法。天权与玄机的联姻，并非只有佛莲一人可选啊，我也未尝不可，不是吗？你之前答应与佛莲定下婚约，不过是为了巩固天权与玄机的邦交势力。如此说来，我这个玄机的大王女，岂不更加合适？你在这个时候赶到玄机，要说丝毫没有这个念头，我还是不信。都说大王女聪慧过人，今日果然闻名不如见面。此事容我好好想想。如今，各国前来我玄机提亲的王公贵胄可不在少数，您可千万别失了先机。主子，取经文的人到了。
这是我今日刚刚抄写下的经文，你拿去佛堂，好生供奉着，希望能为母王多少祈求些福分。等等，这些经文的顺序、朝向、落词，都是有讲究的。我想，你们应该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放，还是我亲自去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主子，今日一早，阿美丫头因为放你出宫，已经被大王女下令杖毙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谁也不敢再放你出去了。阿美是个苦命的人，不过能尽早脱离人世苦海，也不枉我心疼她一场，做了一件善事。求求公主，给我留条活路吧，我不想死啊！你有求于我，我又怎么忍心看你受苦呢？既然你们不让我出去，那便给我讲讲外头的事情吧。近来宫中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啊？天权的那个无极太子，现在人在何处啊？依我看，陛下这病虽然严重，但并非不治之症。哦，先生有药可医？那是自然。我这里有一味药，是驱浊通络之用，陛下可先服下，之后再慢慢做调理。他们都是凤影阁的人，都是我最倚重的贴身侍卫。我一个重病在身、无力抵抗的女王，更加应该珍惜自己的性命，是不是啊？唐统领，唐统领，唐统领，你怎么了？唐统领，宗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太子殿下，日后太子在玄机宫中的起居便由老奴照看了。殿下有任何的要求，尽管吩咐，老奴定当尽心竭力。你可是先前在佛林身边当差的惠嬷嬷？我9岁那年，随着父皇来到玄机宫中，也是你负责接待和照顾的吧？正是老奴，没想到10多年了，太子殿下竟然还认得我。老奴真是受宠若惊啊！那您的玄机，我怎么会忘了呢？太子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瞧瞧，不知可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老奴领您去看看。我记得当初玄机宫中有一处莲池，貌如仙境，不知现在是否仍在？哦，不瞒太子说，那莲池已经封了好多年了，早就落败了。是吗？若是还有机会，我还是想去看看。太子念旧，这是仁义之心，老奴带您去便是。请。陛下，您先别急，您且慢慢看。陛下，
宗岳之前就说过，陛下病入肌里，寻常的方子是没有用的，所以宗岳用药略微凶猛了些。陛下，您现在应该放心了吧？如何？臣体内经脉通畅，气血如常，此药无毒。在下玄机唐一中。不错，果然你们唐家是我凤隐阁最为信任的护卫。下去领赏吧。谢陛下。医圣先生，你医术精湛，妙手仁心，理应得到玄机的重赏。谢陛下。你是谁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呀？先生，先前给先生的令牌是可以让先生在宫中自由行走的恩典。从此以后，在这玄机宫中，除了几处禁地之外，先生想去哪里便去哪里。小无极，过来啊，快过来！哇！怎么了？这里我好像来过。先生，请留步，再往前走就是王宫禁地了，擅闯者是要砍头的。前面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嗨，先生，还是不要为难我们了。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我在这儿呢。你是说，凤璇卧病在床，并非因为身染重病，而是中毒所致？我今天给他服的药丸呢，其实是宗岳给我备用的解毒药。我想先给他服下去，混过去再说。谁知道，这药竟然起了功效，可见他还真是中毒了。中毒？哎，你说，谁会给他下毒啊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这什么声音啊？这玄机啊，位于玉歌山脉之中，四处都是生成千年的溶洞。这个声音就是风声在溶洞内呼啸而生成的。但在玄机，也被当成是月卓渊的凤鸣之声。这个声音每日每夜都会有吗？相传也就火凤出现时，才会有这个声音的。自从来到了玄机，
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似曾相识，就包括这次的凤鸣声也是。好像之前也在梦里这样一阵一阵的听到过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有人跟踪我，我跟他交手了，他用的是穹苍的剑法。穹苍的剑法？不会错的。此人出手带着极为浓厚的穹苍痕迹，而且他一定嗜酒成性，因为他见其为之，酒气就已先到了。我在猜想，这个人应该是凤玄派来查探我们此行真正目的的。你说他们到底在隐藏什么呢？带着穹苍痕迹的黑衣人，有着中毒迹象的凤玄，日渐枯萎的月卓渊，这玄机，怕真的是要出事了。想必那里就是小鸾台了吧？是啊，小鸾台中馆藏着玄机历代文典，及玄机历代文治武功之大成，更有历年大事件记载造册。可以说，只要是在玄机境内发生过的事情，事无巨细，都能在里面找到相应的记载。这么说，这小鸾台算得上玄机的重中之重了。那当然了。小鸾台一年只大开2回，作为更新资料记录所用。寻常时间里只做保养管理，并非是谁都能进去。倘若我想进去看看，姑娘可能帮我。都是些枯燥的卷宗，也没什么看头。你去那里做什么？不怕姑娘笑话，我这个人平日素来无趣。就喜欢看些卷宗。这小鸾台盛名在外，如今已经走到眼前了。倘若不能进去，那还真是遗憾啊。按理说，要进入小鸾台，必须有母王的手谕文书。我就知道，我不会一介布衣，太妄想了。先生，想进去看看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姑娘，不是也不能帮我吗？先生不必遗憾，我带你便是。当真？什么贤人免入，也就是破烂规矩。等日后我登上了王位，这些东西通通给废了。小鸾台既然是藏书所用，自然应该让所有人都能自由进出，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，也不枉费著书立说那些先人花费的心思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好看。唉，这小鸾台真该好生收拾一下了，一股子霉味儿。时间长了，这里的书还不都烂了？哎，这前面是哪儿啊？那是小鸾台的所禁之地，我也从来没进去过。宫里老人们都说那里面有火凤看守，玄机王族的血脉根源便藏在里头。谁？
原来是花瓣啊！竟与你人一样漂亮。我们这前面是哪儿？那是小鸾台的所禁之地，我也从来没进去过。宫里老人们都说那里面有火凤看守，玄机王族的血脉根源便藏在里头。谁？原来是花瓣啊！竟与你人一样漂亮。我们去别处看看。宗先生，宗先生，你心中可有中意的女子？我这人多年研习药理，并未考虑男女之事。宗先生，该好好考虑了。有时候，缘分就在眼前，不是吗？我们回去吧。元宝，去把门打开。冯氏族谱，元宝，看下面这些洞，这里头应该藏着机关。只要我们把上面的东西取走，没了这份重量，里面的暗器就会马上弹出来射死我们。你现在进去，把暗器破坏掉。之前你说过，五洲各国能去穹苍学艺的人寥寥无几。这个人竟然听命于凤玄，说明他极有可能是玄机生人。如果我们没猜错，只要从小鸾台中找到当年玄机的记载名册，必定能破解出1-2条线索。这个意思是死了。
凤琪是凤璇的姐妹，应该早在24岁那年就死了，而玉衡是她的夫婿，还活着。可这凤无名是谁？为什么她的凤凰和别人都不一样？她究竟是生还是死了？月卓渊底下的情况，可能比预想的还要严峻些。直说。玄机的金矿产量，向来是与月卓渊熔岩晶核的流量息息相关。如今金子出的越来越少，那是因为在月卓渊的底部，岩浆火海的奔涌已经大不若从前。再这样下去，月卓渊的流量，兴许只能维持1年了。你可查探清楚了？臣3下月卓渊，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月卓渊是天造玄机的神迹，岂是我等凡人可以左右的？也许这些裂变只是暂时的，再也许只是你杞人忧天。昨日是我第3回带人潜入月卓渊，很明显，熔岩晶核的水位一直在降低，臣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。这回，怕是真的出事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个说法坐实了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月卓渊是玄机的命脉所在，一旦枯竭，只怕整个玄机地下城都会坍塌毁灭。而在此之前，任何只言片语传出去，苍生百姓定会万分恐慌。你听好了，百姓们恐不恐慌，我并不在意。你们唐家世代忠良，是我玄机奉氏最为倚仗的贴身机密之臣。我最在意的是什么东西，你恐怕不会不清楚吧？臣明白。我不是为我一人而活，甚至不是为玄机一国而活。我的身子是否康健，关系到整个玄机5州的生死存亡。如今，我的2个王女，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的凤凰灵性。倘若我一病不起，恐怕玄机就真的要万劫不复了。那个宗岳神医说的没有错，我根本就不是得了什么怪病，而是被奸人所害。去查，一定要找到那个躲在我背后偷偷下毒的人，我倒要看看那个人安的是什么心思。是。宗先生出手已经略见成效，不如……宗先生？宗先生是什么人？他是无极殿下带来的5州医圣。要说无极殿下没有安什么心思，你信吗？既然怀揣着私心，那就不能完全信他。2个不速之客，你替我好生监管着，如有异动，速速来报。是。这几次跟你潜入月卓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他们都是信得过的凤影阁侍卫，绝对不会走漏风声。把名字上报给内廷，身兼重责，理当重赏。是。去吧。你说，他会不会察觉到什么？也罢，即便察觉到什么又能如何？眼下只剩下这一条路了。你好好去办吧。
弟子佛莲，恳请师尊相助。你有何事相求？您放心吧，弟子已经找到了对付伏妖的办法，恳请师尊赐予迷心术，他很快就会成为您的仆人，而我也会得到想要的权利。您想要的，我想要的，很快都可以实现。扶摇姑娘，姑娘不必担心，奴婢只是受人之托才来此处找您，希望姑娘随我去见一个故人。你的主子可是佛莲公主？嗯。罢了，你在此处点明我的身份，就是要挟我，不得不去见她。奴婢不敢，只因我家主子如今出入不便，只能以此相邀。说起来，我也许久没见她了，就麻烦你带路吧。您这边请。大王女，坐。太子来了我们玄机之后，一直没有来得及好生招待，今日送些玄机的珍玩玉器过来，您看着有喜欢的就留下。怎么没见到宗先生啊？大王女，你是来找我，还是来找宗岳啊？若我说为了宗先生才来找的太子殿下，殿下是否会不高兴？那就看接下来我们两个聊得高不高兴了。好一个无极太子，果然是事事算计啊！太子殿下想聊什么？我听说你有一个姨母，叫做凤琪。听谁说的？是真是假？您都知道了，干嘛还来问我？这是要给我下套，还是要给我使绊子？你母王不是重病，而是中毒。你不知道？太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莫非觉得是我有意加害他？这里是玄机，纵然你是什么天权太子，也得矮上3分。我玄机内政容不得你一个外人翻云覆雨，随意干涉。别着急，如此心浮气躁、沉不住气，如何能够找到下毒的凶手？又如何能成绩大同？倘若你当真是为了玄机，那就该静下心来，好好喝完这杯茶。岳卓渊与玄机之间的存亡关系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基于我的立场，自然不希望岳卓渊有任何的异动。这一点上，你我2人是完全相同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希望你配合我查明真相，力保岳卓渊的安定。玄机与5州各国，与你天泉皇城生死相关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若是这么说，我信你。料想这下毒之人，必定是针对王位而来。你也不希望王位落入他人之手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好好想一想，有什么样的人会在这个时候不择手段、不计后果的下毒伤人？一定是那个贱人。
妹妹终于来了，佛莲等候多时。姐姐好久不见啊，近来可好？不知姐姐最近又拜了多少寺庙，救了多少人？妹妹，你还在记恨我呢？当初种种，都是佛莲的错。虽然我也一直被长孙平荣所骗，一切都是身不由己，可我知道，我错了，就是错了。如今我请妹妹来，正是要还妹妹一个道歉。道歉？姐姐好一句轻轻巧巧的道歉。当初若非我命大，现在应该已经在阴曹地府了。姐姐怕是要烧纸，才能让我听得到。佛莲深知当初种种，实难弥补对妹妹的亏欠。可如今你看，我虽是玄机二王女，如今却被囚禁在此，生死未卜。我回想往事，回想当时妹妹对我一片赤诚，可佛莲却做了那样的糊涂事，实在是悔恨交加。这件器物，还请妹妹收下。我为何要收你东西？在我们玄机，每一个王爷背后都会有一尊属于自己的如意。这如意不仅代表着尊荣地位，更使所有者经脉气血相通。这个就是我的凤凰如意，我想把它交给你，便是把我所有的尊荣交由你处置。我不奢求你对我的原谅，但我这么做，多少能让你看清我的真心，多少能减轻一些我的愧疚。我不相信你说了这么多，就只是为了一句道歉。除了求得你的原谅，我别无所图。我知道妹妹对我还有猜疑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其实，自无极入宫以来，我便猜到在她身边的宗岳医圣，可能是你所办。但是今日我才冒昧打扰妹妹，我就是怕妹妹误会我对无忌他还有什么别的心思。妹妹，你一定要收下，这是我的真心。听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这如意我就收下了。你的道歉我也听到了，其他话不必讲了。妹妹，妹妹放心，你假扮宗岳一事，我绝对会替妹妹保密的。如今佛莲心愿已了，余生只会为玄机众生祈福，引导无边无际的苦难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昨天佛莲找到我，把这个东西硬要交给我。他说玄机王室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应的如意，他诚心把它交出来，任我处置。他说的没错，在玄机，若是他把这柄如意给你，就等同于把玄机王女的尊严和地位，通通交付于你。你打算怎么处置？不如这样，我们把它典当了吧，给元宝买果子怎么样？是个好主意。应该值不少钱。你在小鸾台有什么发现啊？凤轩还有一个姐姐，名叫凤琪，就在她承继王位的前1年，就突然死了。死因呢？
死因含糊不清。但据传闻说，凤琪、凤璇两姐妹自幼关系非常密切。在凤琪死的那一年，凤璇还因为伤心过度，一度要出家替姐姐超度冤魂。那我终于知道佛莲这一套哪学来的了，有其母必有其女啊。凤琪死后能够继承王位的，当然只剩下凤璇，朝臣们自然百般请求，她才登上王位。据传还给了凤琪最高规格的殡葬礼遇，身后事也办得妥妥当当。只是，这个意思是死了。可这凤无名是谁？为什么他的凤凰和别人都不一样？他究竟是生还是死？在小鸾台的记载中，凤琪应该还有一位后人，名叫凤无名。可这凤无名，应该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名。奇怪的是，在他们的族谱上，他既不像是死去，也不像是活着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在他们的王室族谱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图腾和标识。活人和死人各有各不同的状态，但也只是生和死两种状态而已。可唯有这个凤无名，他的图腾非生非死。或许这是条线索呢，我们可以跟着查下去，应该能有收获。目前可以确定的是，给凤璇下毒的应该不是凤静之，而最有可能的佛莲。没错，他隐忍，也有耐心，论心机和手腕远远比凤静之高明得多，不然也不会花费那么多年的时间去塑造一个莲花圣女的形象。说你以后面对她，可千万小心。你说，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像无极太子这种聪明绝伦的人，当初怎么会跟他定亲呢？嗯？是啊，怎么会就这么定下了？这一切都源自于这里的莲池。这里是……我小的时候，随着父皇来到玄机，见这里和五洲各地都不一样，便一时兴奋，在宫中四处闲逛，偶然间发现这里。当年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当年这里碧波粼粼，但凡你抬眼所见，尽是荷花荷叶，十里菡萏，一片锦绣。你是谁啊？那个女孩浑身是伤，那么幼小。当年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她。当时的她全身是伤，是那么瘦弱，那么幼小，可是却有一双能洞穿人心的眼睛。我当时只当她是某个婢女的孩子，见她备受摧残，便动了恻隐之心。走。再高一点。
之后只要我有时间，我便常常会来这个莲池，来看看他，来陪他一起玩。所以，当初那个女孩，就是佛莲。当初我并不在意她是谁，只是心想，能够让她少受一点折磨，多少能照顾她一点就好。哪知道最后，她也没有告诉你她的姓名，还有她的经历吗？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对着世界，对她自己，一切都是懵懂的。我那时候也好奇，究竟是在个怎么样的环境下成长，她才会对周遭的一切全然不知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疑？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疑？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。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抽？既见君子，云胡不抽？然而他极聪明，我尝试着教他读书写字，没想到他聪明过人，短短数日间，竟然已经能熟记下《诗经》的全文，我怎能不心生怜悯？你是天权的太子，想要帮他，应该不难吧？我当然想帮他。每天看他被打得那么惨，我问他是谁干的，他也不说。于是后来我告诉他，说要带他离开玄机，去天权皇城。他不愿意。他愿意。那一天，我在那里等了许久，可他没有出现。丫头，丫头，你在哪儿？我要回去了。丫头，丫头，你跟我走吗？我要回去了。出发的时辰已经到了，我只能离开。所以，后来你就一直觉得，当初是你抛下了他。我曾经口口声声地说，会保护他，会照顾他，不让他每日活在恐惧之中，会护他一生周全。可我食言了。此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吗？之后我就到穹苍去学艺，直到前5年，玄机圣女佛莲的名声在5州传开。她四处行善，名声极好。就在我心里想，会不会是她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佛莲寄来的信，和那枚玄灵针叶。这个叫做玄灵针叶，就当是你我相识的信物吧。还从来没有人送给我东西呢。信中所说的，跟当年在玄机宫中如出一辙。如果按照他信上所说，她就是我当初见过的那个女孩。那佛莲在信中一定也提到过，你当初答应他要护他周全的事情吧？傻瓜，我跟你说过，按照玄机律法，若是凤静直承继王位，而佛莲还没有出嫁，那就难逃杀身之祸。他在信上也跟我提到了这件事，所以希望我尽快把她迎娶到天权，保她性命。所以，你心中始终记着以前那个约定，就答应了他。是。只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，婚姻之事是何等大事，以你的性格，怎么会被一封信所左右呢？婚姻之事，儿女情长，对我来说本来就可有可无。如果能因为这桩婚事，解救一个儿时挚友，有何不可？没有其他原因了。
好，被你猜对了。我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笼络玄机。我从来不觉得我会爱上什么人，也不觉得有谁会影响到我筹谋已久的运筹帷幄。只有你。所以，你真的确定佛莲就是当初那个女孩吗？玄机堂驿中，见过无极太子，天煞汉王。先起来说话。谢太子。先前在天煞之间的选拔赛上，我有幸见过真正的五洲医圣，所以，在瑞成宫见到你时，便知道你的身份是假的。你叫我扶摇便好。扶摇姑娘好胆识。此事还有谁知道？太子不必忧心，我凤影阁虽是女王的暗探，但扶摇姑娘是什么来头，与我们玄机暂无关系，我不会透露给任何人。先生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我是玄机凤影阁出身，一直以来为玄机王室督办，处理各项机密，可以说算是为数不多掌握凤氏王族秘闻的人。我知道，你们二位在查探什么。然后呢？玄机宫内体系森严，即便是小鸾台中的文书记载，也多是被篡改过的。要想知道真相，必须去找当事人问话。你说的当事人是谁？去找一个名叫凤舞的人。你为何要帮我们？为了玄机。瑞成宫的药煎好了吗？刚煎满了时辰，这就要送过去呢。歇着吧，我来。是。你为了讨得陛下的欢心，如此亲力亲为，定有所求吧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是想和无极太子早日联姻？无极太子虽好，可惜不合我胃口。我呀，另有心上人，一会儿去找母王，怎么也得磨得他同意。那个无极太子功力极深，我几次试图出手暗杀，竟然丝毫没有可乘之机。你是不能杀，还是不想杀？我既不能，也不想。住口！你是想借由他的手，查出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吧？这么多年，我对你的心思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、最在意你、最心疼你的人，怕只有我了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能告诉你答案的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当年知道真相的人，死了，全都死了。全都被我杀死了。
你只能听我的。只要你还想活着，还想查出凤岐母女的下落，你只能听我的号令。明白了。那些毒，你还得接着给我下，量不必多，只要让我看起来有些虚弱就好了。绝不能让人知道，他们的玄机女王根本就没有什么凤凰灵性，更不能让人知道月卓院的事情是因我而起。谁？在下失礼于太子殿驾前，请赎罪。您快请起。谢太子。既然您认得我们就不故意绕圈子了。我们有些关于玄机王室的问题，想要请教您。坐下说吧，请。太子殿下，请问吧。我们为了探寻真相，曾经前往小鸾台，在玄机王氏的族谱中记载了，先王凤羽育有2女4男，这2女分别是凤岐和凤璇，也就是说，这2人其中1人必然具有凤凰灵性，得传王位，是吗？的确如此。请喝茶。那此人是凤璇吗？这个不好说。你们只知凤璇、凤岐视为姊妹，可你知道她们2人是孪生姐妹吗？她们出生的时辰相隔不足半个时辰，所以这凤凰灵性到底在谁身上，还真不好说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他们都不具备凤凰灵性？在过去的千百年间，从未有这种状况。月卓渊和玄机王族的凤凰灵性相融相通，所以在王室子嗣中，必定有1人具有这样的凤凰灵性。但无论如何，也只有1人才有，所以玄机的王座从未有过任何争议。凤凰灵性这种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谁又说得清楚呢？这便要依靠月卓渊了。具有继承资格的王室女子，在出生以后会被带去月卓渊。只要是命定之人，必然会有神迹出现。人心也许会错，但天意绝不会，是吗，吴郡王殿下？是啊，因为凤璇、凤岐是孪生姊妹，依据玄机的时辰和规矩，需要一同送往月卓渊。这种事情在过去还从来没有过。一同送往的话，不是就更分不清到底是谁具有凤凰灵性了？所以月卓渊当时始终没有任何神迹。母王很紧张，生怕这件事传出去会天下大乱。可是，当时的玄机并未有任何明显的祸乱。有没有可能这2姐妹同时都具有凤凰灵性？不，母王怕天下大乱，说她们姐妹2人因是孪生，相生相克，所以这凤凰灵性才不显现。只有等2位王长女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，在她们女儿身上才会有凤凰灵性。到那时，
才能确定谁才是真正的王长女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时隔20年，相同的事又再度发生了。快点！说来也巧，后来凤璇与凤琪几乎同时有了身孕，又赶着同日生产，前后诞下2名婴儿。快用力呀！传说凤璇生下女儿之时，那女孩口含莲花，极为祥瑞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岳卓渊竟然有了神迹，于是大家就都认定是这个含莲而生的孩子带有凤凰灵性，便也以此为据，册立了凤璇成为王长女。在那之后不久，凤琪便暴毙而亡。再然后，凤璇顺理成章的就登上了王位。那这含莲而出的人到底是谁啊？